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小时候被问到长大后的志愿，人们很容易怀抱远大的理想，但多数人成年后才发现，光想成为中产阶级就相当费力。这个阶层曾是社会的中间群体，但近年却涌现一派说法，认为全球的中产阶级正快速消失。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这个问题。在切入主题之前，我们要先定义什么是中产阶级。看看资料，我们会发现，中产阶级并没有主流的严格定义，人们对这个名词的理解更会随着国情不同而有所变化。不过，多数都还是会围绕职业、财富、家庭组成与教育水准而定。像在英国，就在10年前做过一次超大规模阶级调查，将该国社会划分成7大阶层，其中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精英阶层，占比仅全人数的6%。接着便是世家中产与技术型中产，再往下则是新型富裕工作者与传统劳动阶层，最底层的2级则是服务业打工族与不稳定无产者。中产阶级的定义也会随着时代不同而改变。在过去一长段时间里，美国传统观念认为，中产阶级描述的族群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、买房成家、有闲钱投入兴趣娱乐、每年还可以出国旅游的人。但时间来到当前，美国人的观念已有所改变，人们区分中产的特征建立在财务安全之上。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调查，当代美国中产阶级必须符合6大条件：稳定的工作、稳定的储蓄、可轻松支付所有账单、拥有健康保险、能在不借钱的情况下随时应付超过$1000的紧急开销。最后一点则是在以上财务状况之下还能舒适的退休。不同社会、不同时代对中产阶级的定义都有所不同，因此有人类学家就认为，中产是一个概念性的存在，而他们与其他阶层最大的差异在于内心的意识形态。换句话说，中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力，许多表征都随着社会面貌变动而改变，但唯一不变的便是收入水准。根据经合组织的定义，全国年收入中位数的 75% 到 200% 就是中产阶级的范围，而美国的定义则从 66% 到 200%。换算下来，一个家庭大约落在$68,000到$20万。有了量化的标准，我们就能进一步探讨主题：中产阶级的消长增减。经合组织2019年发布一份报告，称已开发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减少，人口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4%下降到2010年代中期的1%，而且在美国、以色列、德国与加拿大，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减幅还要更大。报告将此归因于收入不平等，而在过去几十年内，中产阶级的收入增幅远低过富裕阶层。同时，以开发经济体的通货膨胀，让中产阶级过得更加辛苦。以住房成本为例，1985年时的中产阶级总收入只要拿出1/4就足以支付居住成本，但在2015年，这个数字已增加到2/3。而在这当中，最大的受害者便是千禧世代。报告发现，有70%的婴儿潮世代在20多岁时就迈入中产阶级，但千禧世代却只有60%，而且与年轻一辈相比，婴儿潮的职涯发展也相对稳定。而在当前，随着科技不断发展，有多达1/6的中等收入行业面临被自动化技术取代的风险。而中产阶级的消长也存在区域差异，在已开发国家遭遇困难的同时，开发中国家的人民收入正在增加。根据世界数据实验室2021年的研究，亚洲将有10亿人在2030年前晋升中产阶级，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与印度。对已开发国家来说，中产阶级的消失似乎已成必然，但我们前面提过，这个名词除了涉及收入，也牵涉到生活模式，因此就有专家认为，中产阶级不会完全消失，而是被新中产取代。他们虽然收入不错，但不一定会买房成家，甚至也不必然拥有高学历。当前已有美国的经济学家将高阶蓝领纳入新中产的范围。换句话说，符合过去定义的中产阶级虽然有减少甚至消失的迹象，但这族群不会完全消失，而是又随着时代改变，换了新的面貌登场。我们接着要深入到国家层级，看看世界各国的中产阶级正面临哪些处境。首先是美国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发布的调查，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占总人口比例从1971年的60%下滑到2021年的5%。这个趋势伴随高收入与贫困人口的增加，其中高收入人口的比例从1971年的1/4上升到2021年的2/1，
贫困阶层则从2.5%增加到将近3%，这凸显出一个残酷的事实：那些位于中等收入的族群，如果没有掌握到向上流动的机会，便可能衰落更低的阶层。我们接着来看到欧陆强权德国。德国之声2022年的报道，有70%的德国人自认是中产阶级，稳定的社会组成成为该国过往的经济与政治基石，但近年却出现改变的迹象。有研究发现，年轻世代进入中等收入的机会比上世纪90年代要低了1%。从收入数据来看，德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比也从上世纪末的7%跌落到2018年的6%。为何会出现这个现象？该篇报道认为，这源自生活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，导致中产阶级可用于投资的闲钱变少，使得他们过去的长期策略被迫改变。镜头转到亚洲，日本在上世纪70到80年代曾经被称为1亿总中流的社会。由于经济高速成长，加上终身雇用制保障工作稳定，多数日本人民都相信该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能达到上亿人。但根据早稻田大学学者桥本健二的研究，从1980年开始，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快速拉大，从美好的1亿总中流逐渐成了隔差社会。最大的改变来自90年代的经济泡沫崩溃，当时有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衍生出就业冰河期的一代人。时至今日，当时的这一批年轻人成了中老年人，只能靠非正规工作谋生。根据日本当地的研究，日本从1985年到2018年，中产阶级的人口占比从6.3%下滑到5.8%。此外 ，NHK 调查也发现，当前的日本人民认为，成为企业正式员工以及有房有车才算是中产阶级。虽然此前的新冠疫情打击到不少人向上流动的梦想，但学者普遍认为，疫情不是日本问题的源头，贫富差距加上失落的30年，才是日本中产衰退的关键。至于邻近的中国，当局在2017年声称，该国有超过4亿中等收入群体，这些中国人民拥有买房买车与随意旅游的能力，但占总人口比例只有3%。有学者更认为，部分中国族群虽然收入上符合中产的标准，却没有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，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，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向下流动以及消费降级的隐忧。总结来说，对于多数国家而言，中产阶级是消费与税收的主力，但跟富裕阶层相比，这个族群还需要依靠工资支撑生活水准，容易受到大环境变迁的影响，因此出现较大的流动性。至于中产阶级规模缩减会带来哪些影响，这里主要可区分出以下2点。第一是政治极化。美国政治学家杭廷顿曾经说过，政治上最不稳定的群体是那些觉得自身地位不保的中产阶级。史丹佛大学学者福山也认为，中产阶级的地位受到威胁，是2020年代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地发展的主因。第二个影响在于经济层面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里兹分析，富裕阶层能透过各种避税手段获得租税减免，因此中产阶级的衰退会阻碍政府的税收成长，导致政府投资基建、教育与医疗等长期项目的能力下降。M 型社会背后的收入不公，更可能加大景气波动的程度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 IG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